在一家便利店，一位顾客问店员：“你们这里的水多少钱一瓶？”店员回答：“哦，水啊，5块钱一瓶。”顾客惊讶地说：“这么贵？那我加满1箱油吧，反正比水便宜。”在这个充满变数的世界里，有些国家的油价竟然比水还便宜。想象一下，当你口渴时，你可能会选择买一瓶矿泉水，但在这些国家，你或许会更愿意加满1箱汽油，然后用它来煮开水。不信，那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些神奇的国家吧。委内瑞拉，一个拥有世界上最大已探明石油储量的国家，其汽油价格简直低得离谱。在这里，1升汽油的价格只有 0.1亿元人民币，比瓶装水还要便宜得多。如果你在委内瑞拉开车，你可能会觉得加满1箱油比买1瓶水还划算。委内瑞拉政府为了补贴民生，采取了极低的汽油定价策略，使得汽油价格几乎接近免费。这种做法虽然让普通民众受益，但也给国家财政带来了巨大压力。利比亚也是一个石油生产国，其汽油价格仅为 0.216元每升。在这里，加油就像喝自来水一样简单，而且更便宜。如果你在利比亚开车，你可能会觉得加满1箱油比买1瓶水还划算。利比亚的低油价政策虽然让民众受益，但也面临着财政压力和经济挑战。这种低油价策略能否长期持续，仍然有待观察。伊朗政府对汽油实行补贴政策，因此其汽油价格也维持在一个较低水平，仅为 0.374元每升。在这里，加油比喝水还爽，你甚至可以用汽油煮开水。伊朗的低油价政策虽然让民众受益，但也给国家财政带来了巨大压力。这种补贴政策能否长期持续，仍然面临诸多挑战。土库曼斯坦的汽油价格虽然相对较高，为 3.030元每升，但仍然低于大多数发达国家。在这里，加油比买饮料还划算，你甚至可以用汽油泡茶。土库曼斯坦的低油价政策虽然让民众受益，但也给国家财政带来了压力。埃及政府近年来逐步取消了对燃料的补贴，导致汽油价格有所上涨，但仍相对较低，为 3.0元每升左右。科威特是一个富裕的石油生产国，其汽油价格相对较高，为 2.392元每升，但仍低于非产油国。在这里，加油比买果汁还划算。安哥拉虽然也是一个石油生产国，但由于经济和政治因素，其汽油价格相对较高，为 2.217元每升。阿尔及利亚同样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，但其汽油价格相比其他产油国更高，为 2.331元每升。为什么这些国家的汽油价格会如此低廉呢？这些国家政府为了补贴民生，对汽油实行补贴政策，导致汽油价格非常低。例如，委内瑞拉、伊朗等国家都采取了类似的补贴政策。这些国家都是石油生产国，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，使得石油生产成本相对较低。因此，政府可以通过补贴的方式，将低价汽油提供给民众。政府希望通过低价汽油来提高民众生活水平，缓解社会矛盾。例如，埃及政府近年来逐步取消了对燃料的补贴，导致汽油价格有所上涨，但仍相对较低。有些国家希望通过低价汽油来刺激经济增长，促进国内消费。例如，俄罗斯等产油国通常维持较低的汽油价格，以支持本国经济和社会福利。虽然这些国家的汽油价格低廉，但背后也存在一些经济和社会问题。低油价政策给政府财政带来了巨大压力。例如，委内瑞拉政府为了补贴民生，每年需要花费大量资金来维持低价汽油政策。低油价政策可能导致能源浪费，不利于可持续发展。例如，一些民众可能会过度使用汽油，导致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。低油价政策可能会阻碍这些国家的经济转型。例如，过度依赖石油资源可能导致产业结构单一，难以实现多元化发展。低油价政策虽然提高了民众生活水平，但也可能导致其他社会问题。例如，过度依赖政府补贴可能导致民众缺乏节约意识和社会责任感。油价比水低的国家虽然看似让民众受益，但背后也存在诸多问题。政府需要在补贴政策和财政压力之间找到平衡，同时也需要引导民众树立节约意识，实现可持续发展。希望这些国家能够在保持低价汽油的同时，也能解决这些问题，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。感谢收看本期视频，下期再见。